据俄媒报道，日本民众表示，俄罗斯必须将南千岛群岛归还给日本，并且要求所有俄罗斯人必须离开该区域。日本新任首相也放出豪言，声称南千岛群岛一直都是日本的领土。日本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一直与俄罗斯纠缠不休，而且手段大都是在国际上哭诉和抱怨俄罗斯的恶劣行为。那为何这次日本用这么强硬的态度来挑衅俄罗斯呢？近期，俄罗斯频频在日本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刺激着日本脆弱的神经，给日本民众带去了非常大的恐慌情绪。再加上日本新首相刚刚上台，如果不做出应对策略，肯定会被民众痛骂。如此强硬的回应，可以让这位日本新首相赢得民众的支持，获取政治资本。其次，近期我国与俄罗斯共同组建了10艘军舰，同时穿过日本北海道、本州岛之间的津轻海峡。不能否认的是，津轻海峡本就是公共海域，任何国家都可以正常通过。美国和日本总是借着自由航行的说法，大肆闯入其他国家的海域进行挑衅行为。这次我国与俄罗斯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我国和俄罗斯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公共海域，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则，不像美国和日本一样，每次都是偷偷摸摸的前来。但是在日本看来，津轻海峡作为第一岛链的咽喉点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军，都在该海域附近设置了海军、空军基地，确保日美私自部署的群岛防御战略不容有失。面对我国与俄罗斯的自由航行，也让日本方面更为惊慌，因为日本在这片海域的军事部署已经被大举攻破了，再加上美国对此事也不敢发声，更让日本心头一凉。估计日本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再加上对俄罗斯的新仇旧恨，日本似乎是想把心一横，要跟俄罗斯来个正面冲突了。要知道，俄罗斯已经在南千岛群岛建设了军事基地，做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日本让俄罗斯人撤走，无异于痴人说梦。俄罗斯根本不会理会日本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日本敢和俄罗斯刚到底，甚至出兵驱逐驻扎在南千岛群岛的俄罗斯军事力量吗？在分析看来，要是日本真的有这个勇气，估计俄罗斯人还会高看他一眼。以日本现今的实力，要是和俄罗斯正面冲突起来，估计会被碾压。就算美军前来帮助日本，俄罗斯有了我国作为最强有力的帮手，完全无惧美国。日本最后也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口头叫嚣一下罢了。不过，素有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即便是面对日本的口舌之快，也是不能忍的。有俄罗斯网友就表示，俄会痛打日本，最后把日本做成肥料，将北海道的每个日本人打包送回本州，让他们拥有比南千岛群岛更好的环境。日本，你可要好好想想后果。近期以来，美国为了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就不断从各个领域干扰我们。他们认为中国强大的实力威胁到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所以就想耍花招，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前不久，美国为了有一个很好的借口来控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发展趋势，就拉拢澳大利亚和英国建立了奥库斯军事联盟，声称是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而这样的局势也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被各界媒体所报道。真实的原因是，美国答应了澳大利亚为其提供核潜艇的制造技术。这一举动惹怒了一旁的法国，因为此前法国就曾和澳大利亚签订了协议，这份协议上法国答应以900亿澳元的价格为澳大利亚提供一批核潜艇。但是由于美国的参与，澳大利亚就不愿意让法国为其建造核潜艇了。眼看快要从澳大利亚捞到一笔大生意的法国，当时就急眼了。随后辩称美国作为盟友从背后向法国捅了刀子，也立即召回了法国驻澳驻美大使。但正当大家以为法国确实站起来了，敢正面与美国硬刚了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给法国总统马克龙打了一通电话后，法国却立马放回了驻美大使。这样，法国在各国观察人士心中的地位就下降了一大截。不过也有人认为，法国可能是出于美国的压迫，没有办法才考虑将驻美大使送了回去。然后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近日法国又再一次投降，将澳大利亚骂了个底朝天后，又将驻澳大使送回去了。有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特博被法国政府召回巴黎数周后，已经回到了悉尼，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在位于堪培拉的法国大使馆进行隔离。
这一消息的报道又引起了很多观察人士的热议，认为法国确实是太没骨气了，送回驻美大使也就算了，还把驻澳大使也给送回去了，这真是难以理解。对此，我国军事观察人士也评论称，马克龙也太能装大尾巴狼了。前一阵大张旗鼓地将驻澳大使召了回去，以为要跟澳大利亚大干一场，但这才没过多久就一声不响地送了回去。那这样的举动还有什么意义呢？果然还是沉不住气，真的是太失望了。总之，世界各国还是需要看清美国的真面目。纵观局势，只要有美国参与，就会有动乱。所以说，美国才是世界稳定局势的破坏者。据欧亚时报的报道，印度空军此刻正处于几十年来战斗力最差的情况。欧亚时报指出，自从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以来，印度空军在该地区尽可能地部署了多种类型的战斗机，包括苏30 MKI、幻影2000、美洲虎攻击机，甚至刚装备的阵风和 LCA 光辉。但印度空军此刻的战机数量非常稀少，全军装备的战斗机总数仅有大概600架，其中还有150架是没啥战斗力的米格21和负责对地攻击的美洲虎。以这样的军力要对抗中国，再不增购新战机是绝对打不赢的。在本世纪初，印度对于俄罗斯的苏30 MKI 多用途战斗机信心十足，号称要引进超过300架。根据当时印度自以为是的展望，这个数量和质量都可以碾压中国空军了。但中国空军接下来20年的发展几乎是爆发式的，震惊了全球。同样惊讶的自然也有印度。而此时此刻，印度发现自己的手里的苏30 MKI 不香了。不过，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数量超过了250架，但发生了大面积的可靠性问题。这虽然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低劣的制造质量有关系，根据印度军事专家的估计，苏30 MKI 现在的完好率可能不足50%，也就是说，只有100架能够执行作战任务。而在之前印巴冲突中，印度的苏30 MKI 几乎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也是印证了这一点。相比较之下，印度的50架幻影2000虽然机龄比苏30 MKI 大了20年，可靠性却远高于俄制飞机。印度一直使用该机进行精确对地打击任务，轻易不敢让这些老飞机加入空战，怕遭到损失。而阵风战斗机是印度寄予厚望的新锐机型，印度曾计划引进136架，以彻底改变自己落后的事实。如果真的有136架阵风进入印度空军，印度空军或许真的能够获得跟中国空军一战的资本。但事与愿违，黑心的法国人报价高昂，印度自己也不争气，屡屡爆出贪污丑闻，导致这笔采购单最后缩水至36架。36架飞机根本不可能应对大规模的战事，仅能应对突发的小冲突而已。至于印度国产的 LCA 光辉就更搞笑了，研发几十年才服役。虽然印度空军已经宣布要采购83架，但以印度斯坦公司的德行，这些飞机造出来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所以谁也不会把这些图纸飞机当做什么战斗力来看。现在看来，印度国内除了一些狂热分子，其余大多数有头脑的都不会认为印度空军能有多少胜算，除非印度迅速增购新战机，南亚的军事平衡只会继续向中国倾斜。在美英澳三边安全协议之下，原本属于法国的2347亿人民币的潜艇大单落入了美国和英国手中。这一事件也直接让法国和美国开撕，法国一度宣布召回驻美大使。最新消息显示，这一对美报复行动仍然在持续中，法国决定以牙还牙，公开和美国争大单。据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日前法国达索公司向印度传达了一个十分强烈的意愿，希望其阵风 M 舰载战斗机可以在印度航母上进行相关的飞行测试。不难发现，法国这是想证明本国战斗机的实力，借此来赢得印度的青睐。众所周知，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距离真正服役期限越来越近，军方将这一时间确定在2022年上半年。随之而来的将是印度对航母舰载机的大量需求。整合相关的消息来看，美国的超级大黄蜂成为印度新航母舰载机的可能性最大。而美国方面为了争取这一大单，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早在去年，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就已经公开展示了其在甲板上滑跃起飞的能力。另外，从美媒相关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美国对这一军购大单势在必得。美国国际利益网站曾经刊文称，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印度要买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美印将签署总价为150亿美元的合同。
但是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法国会从中作梗。尽管此前法国达索公司的阵风战机也被考虑在内，但是外界对阵风入选并未抱多大的期待。而在发生了这一档子事之后，法国似乎坚定了抢走大单报复美国的想法。在这一心理之下，法国或许会做出一些利益让步，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届时谁会拿下这个军购大单还真说不准。除了这一对等的报复举措外，法国还朝着美国重点战略方向施力。随着中国崛起速度加快，美国相应的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日前，法国官员透露称，法国正在重新审视印太战略，并有意疏远美国。当然，法国所认为的印太战略同美国存在较大的温差。在美国眼里，印太战略的关键目的在遏制中国发展，而法国则致力于更大范围的合作，并且还主动向中国示好，认同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正确做法。法国总统候选人表示，不想陷入同中国的冷战中，除了对话以外，法国没有其他对华选项。综上来看，法美之间走向对立正慢慢成为现实。